事不要做绝，否则必然后悔。那就同归于尽。陈汉臣招来了9天神雷，小钱，小心！他娘的要干什么？叫喊什么？我听不见。没宰了那姓周的呢，回头再跟你说。我来给你个痛快！小钱！小钱，没事的，小钱，有师兄在，没事。什么？想回家？好，回家。师兄带你回扶摇山，咱们走。是。晋江文学城 ，Priest 原著，729声工厂，猫耳 FM 联合出品，六爻广播剧，第1季，第1话，师傅。先喝水。哎呀，我看看，不得了啊！此子资质上佳，说不定有大造化，非曲中之物也。真人，此话当真？爹，我去做饭。自然是当真的。他若是肯做我木春真人的关门弟子，来日必能有所成就。您愿意收他做徒弟也是好事。哎呀，可不瞒您说啊，您别看二郎年纪小，可这全家里里外外就属他干活勤快。哎，这孩子懂事儿，话也不多。这点3碎银子，您看够不够？啊，您等会儿啊，我去跟孩儿他娘商量商量。程二郎，为师看出你将来或能腾天潜渊，今日便给你改个名儿，叫做程潜，如何呀？好。嘿，这名字好啊。那我便带程潜走了。二郎，爹，娘，大哥，我走了。你不再看他们一眼了？不用了。也怨他们？没有。爹起早贪黑，大哥披星戴月，娘眼里放了大哥和小弟，就放不下我了。他们眼里没我，真没什么。
把我卖给一个三角眼的道士，这也没什么。这个三角眼的道士，本是游历途中路过此地，前来讨一碗水喝，没成想见到了程二郎。仅就长相看，这真人恐怕未必有什么真本领。他留着一把稀疏的山羊胡，飘悠悠的长袍下露出一双伶仃的细脚，没看出如何仙风道骨，倒像是个招摇撞骗的算命先生。然而无论怎样，程二郎终究是要跟着他远行他乡去了。小东西，你知道何为修仙吗？听村口的老童生说过。他是如何说的？反正没说什么好话。先帝时，炼丹的人比做饭的人都多，都没人正经读书习武，四处都是江湖骗子。哼，这些人啊，要是真的都能飞升上天，也不知道南天门装不装得下这许多阿猫阿狗。后来啊，先帝爷令钦天监分出了一个天眼处，请了几位货真价实的真人坐镇，规定往后大小仙门都得到天眼处登记造册，核实真假后颁发铁券，才能招收弟子。民间不得私立门派。自那以后啊，就没有多少人愿意修仙了。哪个野孩子在外面偷听啊？糟了，又是程家的臭老二，想读书就让你家拿钱来。所以像他这样，在外面随随便便就收弟子的门派，也就是个野鸡门派吧。我派名叫扶摇。小东西，你知道什么叫扶摇吗？不知道。什么是扶摇啊？你看那儿。闪电也是您编出来的？这还真是赶巧了。鹏之西于南冥也，水击3000里。湍扶摇而上者9万里，去以6月息者也。无情无数，可周旋于风。来时其远兮也，去处其无边也。这便是扶摇。懂了吗？哦。那我再问你，哎呦，不好，有大雨！师傅抱你走啊！来，用这扇子罩着点儿。哎呦，坏喽，这雨大的耶！哇！他袍袖上的味道是木头香吗？小东西，你没淋着吧？哦，我……二郎，下雨了，快帮忙把院子里晒的麦子收回来。好。爹娘，大哥，饭做好了。哎，你也吃呀，二郎？没事，我不饿。二郎啊，按说过年应该给你添件新衣裳，可没事，娘，大哥穿上的我穿正好，错的地方我会自己补。对了，娘这儿还有1吊钱，一路上。二郎，你师傅在外面等你呢。好。哎呀，他是有人养的人啊，不差他这
哎呀，路都看不清了。小东西，你可抱紧了啊！我抱紧了，师傅。爷爷，就在这破道观凑合一宿吧。这里是……莫怕，不过是当年野鸡门派供奉的泥塑。哼，桃红袄子翠绿袍，这样阴邪的打扮，还好意思在这吃供奉，真是岂有此理！神仙都是这副打扮吗？当然不是。修真之人清心寡欲，要时刻注意言行。打扮成这副唱戏的模样，成何体统？他也知道什么是体统吗？这味道香。这泥塑后边大有玄机，跟我来。孩子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呢？叫花的自然是在做叫花鸡啊。香。孩子，你可知我来自何处啊？不知道。我可来自海外仙门，那可是个好去处啊！亭台楼阁，鸟语花香，池中莲花大如车轮，青山绿水，四季如春，衣食不愁，饥寒不闻。若是想得道成仙，就跟着我沐春真人。哇！我看你资质上佳，将来或能腾天前缘，说不定有大造化。这话耳熟啊！孩子，你姓甚名谁呀？哎，小虎不知道姓什么。那便从为师姓韩吧。为师且赐你个大名，单名一个渊字，好不好？好啊。韩渊，真是吉利喜庆。而且，不是说我是关门弟子吗？香。这鸡是哪儿来的？前面村里偷的。不问自取，是为贼也。我修真之人，怎能偷鸡摸狗呢？哎，成何体统？下不为例。偷鸡摸狗不行，但是坑蒙拐骗想必是可以。算了。师兄，你不吃吗？不吃。小鼻子小眼地包天，怎么看怎么奸懒圆滑。明明年纪比我大，却还是我师弟，凭什么？
哎，师傅，那天的叫花鸡好吃吧？嘿嘿，我也好久没吃过那么肥的鸡了。您知道吗？那天那只鸡是我从一只黄鼠狼嘴里抢来的。您是没看着，那黄鼠狼1丈来长，为了和它斗，我可是相当的英勇。怎么会有1丈来长的黄鼠狼？当然成精了呗。哎，师傅，黄鼠狼能成精吗？万物有灵，大概都能成精吧。嘿嘿，就是吧。嘿，师兄，这就是你少见多怪了。人能修成仙人，动物自然也能修成妖精啊。哼，1丈来长的黄鼠狼，4条腿哪够用？哎，师兄长这么大没出过门吧？见的不多很正常。不过有我在，保护你和师傅没问题。又怎么了？前面有条河，我本想给师傅师兄抓鱼吃，但是河边有条大狗，它追我。师傅，别吵师傅睡觉，我跟你去瞧瞧。好。哎，不见了！哎，师兄，你看，这是他脚印儿。大狗，看脚印我就是只小野狗。师兄，我逮到鱼了！哪能和你一般见识？师傅，你醒了。刚才他嚎得那么大声，我看师您是早醒了傅，吧？您可不知道，刚才您睡觉的时候，师兄说他想吃鱼了，馋得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要论抓鱼，那我可在行。啊，真的，我就想着一定要给师兄和您抓几条回来，这没想到河边竟然有一条又大又凶的狗。哈，今日是他倒霉遇到了我。原来为了跟我争宠，还能这么演啊！我这师弟可真是天赋异禀。哇，这里就是扶摇山。为师还能骗你不成？没看见前面石门上的“扶摇”二字吗？我不识字，只是这扶摇派竟然不是个野鸡道馆，占了整整一座山，还这么美。一会儿随为师去焚香沐浴更衣，再带你们去拜见你们的祖师爷，大师兄。啊？为什么做师傅的要拜见自己的徒弟啊？不用多心，你们大师兄自己就挺没心的，也不用怕他，像为师一样就行了。什么叫像为师一样？哟，有人来迎咱们啦！这些道童长得还挺好看的，到哪去了？
怎么弄得一身逃荒似的？和掌门说话都这么随便吗？哎，这怎么？哪里拐来的小公子？我新收的弟子还小，劳烦你给安顿安顿。安顿到哪里啊？这个叫韩渊，带到南院。这个，他叫程潜，让他去住边庭吧。我叫雪清，三师叔以后有什么需要，吩咐我便是。前面就是边庭了。原来边庭不是亭子的意思啊！怎么可能让三师叔住亭子呢？叫边庭是因为小院的位置有些偏罢了。雪清哥，门口挂着的这2盏灯是长明灯吗？对，三师叔认得长明灯。我家也有1盏，但没有这2盏好看。二郎，你知道咱家屋顶上吊着的那是什么吗？仙人的长明灯，是仙器。对，这可是咱们老程家的传家宝。这仙器啊，就是我知道，之前听村口的说书先生说过。这些仙人呐，也就是修真之人，他们以引气入体、沟通天地为入门，修为再深，还可以辟谷不食、上天入地，乃至于长生不老，是渡劫成仙呐！哇！哎，仙器品类也很多，有钱人家用仙人砖垒起的宅子，映着日头，如镀上了琉璃顶，金碧辉煌的，仿如皇宫。用写着符咒的碗吃饭，可以避百毒、驱百病。打碎的碗，一个瓷片就要4两黄金呐！哇！等二郎学成归来，也给娘做1盏长明灯，好不好？不好。三师叔说什么？哦，我是想问，长明灯中间的那块匾上写的是什么？是清安2字。这里又叫清安居，听说以前掌门在这里住过，后来空出来了，也做过斋堂。掌门说安排三师叔住在这里，是为了助你清心安神。我心不清，神不安嘛。咱们进去吧。哦，院子里还有小水塘吗？那个是……为什么里面的水不动呢？这原来是石头。这个东西非玉非翠，也不知是什么。不过我们都叫它清心石，掌门找来的。从前他斋戒时，经常惦着它抄经用。有它镇着，这院子夏天要凉快许多。哦，雪清哥，石头下面托盘上的符咒是干什么用的？这不是符咒。哦，三师叔，雪清只是个资质不佳的杂役下人，是照顾掌门和小师叔们起居的。符咒之道博大精深，我们这些人连皮毛都不懂的，也只是听掌门提过只言片语，会来学舌而已。三师叔不妨去问问掌门，或者是我家你大师兄。你家什么意思？我先帮三师叔沐浴更衣吧。雪清哥，我大师兄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姓严，叫严征明。我们这些道童原本就是严家的家奴。啊？其实扶摇派都是严家在供养着。为什么？少爷7岁那年，也不知因为什么和家里负气，离家出走了。后来被掌门捡到，将他收为了开山大弟子。一定是师父看中了他的家世。
就拿花言巧语骗了你。后来严家找到了少爷，可少爷怎么也不肯回家，非要留下跟掌门修行。老爷劝不过，又不舍得少爷吃苦，便出钱将扶摇派养了起来。这就跟养了个戏班子玩是一样的吧？怪不得扶摇派看起来比那些野鸡门派强一些。毕竟有人养的就不算野鸡了，倒可以称作家禽门派了。好了，三师叔穿上这身，好看得很。咱们去见少爷吧。师傅，大师兄院门口的匾上写的是什么字啊？温柔乡。哼，让我住清安局，让财主少爷住温柔乡。明白了，原来不是我心不清神不暗，是师傅老糊涂了。啊，这是鼓励大师兄以后温柔点的意思吗？嘿嘿嘿，这话可万万不能让你大师兄听见。师傅当成这样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咱们进去吧。少爷今天的这身白衣裳真好看，把您的头发衬得更黑更漂亮了。只有头发漂亮吗？哎呀，当然不是了，少爷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公子了。这回的头发给您换个梳法吧。师傅，大师兄刚起吧，丫头还在给他梳头呢。非也，他每天要梳好多次头发。啊？这年纪要是大些，怕是早梳成斑秃了。哟，师傅回来了。是啊，刚回来不久。他都不起来迎接师傅的吗？你出门一趟，又捡了2只什么玩意儿回来？他真的是个男的吗？这是你3师弟程潜，这是你4师弟韩渊，都还小，不懂事。往后你作为大师兄，要多帮师傅提点提点他们。韩渊，果然是人如其名，长得有点冤枉。我那个小孩过来，我看看。你这手势是在叫狗吗？大师兄，小脸还行，以后可别长残了。他这是在看师弟，还是在挑同房大丫头呢？那个韩渊的和带蛆的我都见完了，师傅你一起领走吧。啊，小玉儿，给他们俩一人抓把松子糖吃。给，松子糖放在这香包里了。谢谢。哇，这糖真好看，还有花香呢。三师兄，这糖你见过吗？这东西还是给师弟吃吧。真给我了？啊，三师兄，谢谢。怎么还哭了？长这么大，从没人送过我东西。三师兄他对我真好。师兄，我还不知道你住哪儿呢。这傻孩子，一包糖就感动成这样。你三师兄那哪儿是对你好啊，那是懒得给他大师兄面子。不过这个年纪的孩子，不就是好这口吃的吗？程潜竟然连看都不看一眼。这个小王八蛋，心太硬，
将来不成大器，必成大祸呀！